Alright， 我现在正在出席这个 New Honda City Hatchback 的 Media Drive， 所以今天早上我们就从 KL 准备要开去怡保，明天再从怡保开回来。那 of course 一般 Media Drive 都不会走康庄大道，而是走羊肠小径。我们现在就在乌鲁央这边，就一直爬着这个小路爬到去霹雳州，爬到去怡保这样子。所以这台车子我 check 回去，我上一次介绍 City Hatchback 的时候是2022年底，那时候是介绍 City Hatchback V Sensing， 因为之前 V Spec 是没有 Sensing， 后来出了一个 V Sensing。那现在呢 Honda Sensing 就变为是一个比较标配的东西，所以我现在加的这个就是最顶配的 City Hatchback E EV， 它是112,900块，RS 啦 of course， 然后那个 Petrol 的 RS 就是100,900呀，总之就是这个比那个贵了12,000，然后它就油电混合，然后也从 Handbrake 变成 Electronic Parking Brake， 它的 Honda Sensing 有这个 Low Speed Follow 的慢速跟车功能，就是 basically 就是 ACC 有 Stop and Go， 所以这一次的 City Hatchback 它改款的这个幅度，我觉得更多是一个升级啦，就是让一些设备列为标配。2024年5月推出的改款版 City Hatchback 共有5个款式，汽油版 SEV RS 从85,900块到100,900，全车系标配 Adaptive Cruise Control、Lane Keep Assist 和 Front Collision Warning 等 Honda Sensing 的功能。1.5S 的也有，但 1.5S 就没有8寸的萤幕。9万块起的 1.5E 才有 Apple CarPlay 和 Android Auto， 那要 1.5V 以上才有 Honda Lane Watch Camera， 只有 RS 版有 Wireless 的 Apple CarPlay 和 Honda Connect 的智慧联网系统。汽油版呢，采用 1.5L 的 iVTEC 自然进气引擎，搭配 CVT 无段式变速箱，有121个 PS， 145 Nm， 0到100 10.7秒，极速195 km/h。1.5L 的 EHEV 的引擎有98 PS 和127 Nm， 马达109 PS， 253 Nm， 0到100 9.7秒，极速177 km/h。那改款版 City Hatchback 用了新的前格栅 ，Front Bumper 的设计也不同。这个就是 Honda Malaysia 原厂 Modulo 套装，把 City Hatchback 变装为一个 BMW M135i。那这边我们可以看得到，它有一个 Tailgate Spoiler、Rear Under Spoiler， 还有 Exhaust Pipe Finisher， 旁边有 Front Fender Garnish， 行李箱空间也提供了一个 Cargo Tray。那一如往常的这些东西对动力性能并没有直接的影响，只是看起来比较赏心悦目，给你一种 City Hatchback Type R 的感觉。然后说回来，这个 City Hatchback EHEV 呢，我觉得它这套 Hybrid 系统我之前介绍很多次啦，从 CD 到 HRV， 它更多时候它是一个电动车，然后这个引擎在大部分时候它都只是充当为一个充电器 ，OK， 就是 self-charging 自带充电器的电动车，所以它这个 1.5L 的4气缸 Atkinson Cycle 引擎，你看我们现在上坡，你可以听得到。这个引擎转速其实它更多时候它不是去到你的轮轴啊，它只是去帮你的电池充电，然后再由电池来驱动这个车子。所以你看这台车子它的数据是 Motor 是109个 PS 跟252还是253啊？253个 Nm 的扭力。那因为电动马达提供的扭力，所以它不需要说2000 RPM、3000 RPM， 它算是一个 instant torque 这样子。但是你去到这样子的路上，就怎么讲，就突出了它的短处了啦，就是已经很大声、很吵。然后潮它也不是说去到你的轮轴上面那种潮，它纯粹就是因为它要去 support 这个电动马达这样子啦。所以这个 City Hatchback 我觉得在112,900块，以前你可能会觉得贵啦，可是我们已经来到2024、2025，什么东西都起价，马币又这样子，各种情况，然后又 SST， 总之整个通货膨胀你都会觉得112,000呀，你可以买 SUV 啦，你去到别的 brand 你可以买到 V segment 的 SUV，但是要买 Hatchback 的人始终是有他的客户群啦。我记得那时候当 Honda 他们用 City Hatchback 来 replace 掉 Honda Jazz/Honda Fit 的时候，很多人都觉得说还是比较喜欢 JDM 的那种感觉，懂吗？还是有 Jazz 比较有味道，Fit 比较有味道。
可是事实证明，整个东南亚的战略从泰国、马来西亚到其他市场 ，CD Hatchback 还是相当受欢迎的。那对工厂来讲，他们的生产成本上面也可以分担掉那个同样一个 chassis 这个东西。我觉得没有问题啦，因为我观察到 CD Hatchback 它确实是很多马来西亚人他想要买一个 B segment 车型，蛮好的一个选择，也没有选择了啦，因为你看它的直接对手 Toyota Yaris 没有出 Hybrid 版本，那最接近 Powertrain 呢就是刚刚推出不久的 Lexus LBX， 也是一样 1.5L 的 Hybrid， 不过那个 LBX 的 1.5 是 3 cylinder， 马来西亚人最 sensitive 的 cylinder 3 cylinder， 那个要从238千到268千，那个是 Premium Brand， 我们就不谈它。所以这个 CD Hatchback 你看我们现在下坡了啊。当你下坡的时候，这个引擎转速不需要这么高或者当它进入所谓的短暂的 EV mode， 你就会 feel 到它是一个非常安静非常享受的车。然后轮胎尺寸的话，虽然是16寸，不过它是185/55R16。所以这个轮胎尺寸好就是好在油耗真的是省油省到没有朋友那种啦，1个 liter 随便都是20个 km 以上。那因为今天是一个 media drive， 所以我们必须要前后都跟着这个 convoy 啦，没有办法随心所欲根据自己的步伐来试驾车子，所以算是一个 soft review。主要只是给大家分享，看下来到2024年8月9月，你现在要买一个这样子的车。这个 CD Hatchback 它是不是一个最好的选择？我觉得确实你没有太多选择啦。那根据我自己有一辆 SUV， 有一辆电动车，有一辆 B segment Hatchback， 我始终还是觉得以日常驾驶来讲啦，好像我自己平时有时候真的是赶时间要载孩子去附近等等，如果不要在 highway 走100-200公里，我觉得每一个马来西亚人的家里都要有一辆 B segment Hatchback， 好像我自己的那个 Ford Fiesta EcoBoost 这样子，尤其是小 CC 啦 1.0 Turbo 也好 1.5L Hybrid 更好，因为省油。然后重点是 parking 因为你短尾要搁车要载东西等等。我最喜欢的就是它的后面的座椅，它是有这个 Ultra Seat， 就是在 HRV 上面看到的，你可以整个椅子掀开来，可以放花盆，可以放很多东西。有时候我们载小孩子要放 stroller要放很多东西来讲，我觉得这个车子都是相当方便的一个选择啦。所以等一下我们就继续这样子驾，因为你讲动力，我们已经跟我2022试驾的 HRV EHEV、CD EHEV、CD Hybrid EHEV， 对我忘记掉还有 CD Sedan 了。所以严格来讲，这个 1.5 EHEV 我已经从 CD Sedan 到 HRV 再到这个 CD Hatchback 都有跟大家分享过。Honda Malaysia 它花了很多时间在教育消费者关于 Hybrid 的东西，所以现在你看大家对 Hybrid 的接受度是慢慢起来了的。那以前马来西亚人听到 Hybrid 就是你知道吗？换一个电池多少钱啊？现在跟你讲换一个电池多少钱，然后电池的 warranty 全部都给到够了的啦。当马来西亚人都已经能够买电动车，都已经能够卖电动车，能够买电动车，你一年已经卖了1万多辆电动车，那 Hybrid 那个不到1个 kWh 的东西，对你来讲是小事情真的是小菜一碟罢了。你能够接受纯电动车，你不能够接受 Hybrid， 不可能的嘛。所以我们已经怎么讲？我们已经慢慢走到很前面了。所以 Hybrid 就反而大家会用更加理性。更加客观的角度来看 Hybrid， 而不是像以前这样子一大堆 Hybrid hater， 现在反而崇拜 Hybrid 的人突然间变多了。我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变这样多了，因为大家慢慢发现到 EV 的短处之后，就会直接或者间接的放大了 Hybrid 的好处。所以我觉得 Hybrid 目前来讲，我们不要讲 PHEV 啦，整个市场上真的是非常难找到 Hybrid。 你看 Honda， 至少 Honda 给你 1.5L 的 EHEV， 给你 2.0 EHEV，然后 Toyota 现在是放在 Corolla Cross 有那个 1.8L 的 Hybrid， 然后再上去那种我们不知道啦，那种什么 RX 500H Alpha 没有 Hybrid， LM 那种有 CD Hatchback EHEV 这个存在于我们的市场，绝对是一个好事来的，因为消费者可以你知道吗？虽然它比 Petrol 贵了一个12千，但是你可以得到这种半电动车这种 HEV 的体验。
那这支影片当然最主要目的就是希望大家来留言，特别是有这么多 Honda City 的车主 ，City Hatchback 的车主也可以跟大家分享，给准备想要买 City 的朋友一个心理准备到底这个车值不值得买？你驾了2年，你驾了3年，你跑了1万，跑了2万，跑了3万，跑了4万，跑了5万，有没有人跑到10万？我不确定啦，所以也分享给大家知道。然后等一下我再看情况拍一些画面跟大家看一下这个新的 City Hatchback 整个外观造型是这样子，所以暂时就先到这边。所以我是在主力我的影片记得 follow Instagram， 看 like 一下 Facebook page， 也记得加入这个 YouTube 会员。And see you in my next video。去段感。那因为影片的时长还不够长，我这边再补多一段OK， 像刚才我们经过了上坡，所以我们来到下坡，在这种小路架慢慢架来讲，你看，所以现在我在跟你讲话的时候，现在是处于一个 EV mode 引擎是没有启动的，完全是由电动马达在提供能量给它的前轴前轮驱动。没有EV mode 一直都是 EV mode， 非常安静，它已经是一个电动车了。可是当我在加大油门，这个我的 charger， 我这个 1.5 liter 4 cylinder Atkinson cycle 的 charger 就会为我的电池提供电量，让它能够继续再走。所以我知道很多人有一个说法，就是你看我为了要买 hybrid， 我必须要给多1万多块，像这个1万多块我拿来打汽油，我一个月可以打多少桶油？你讲省油，到最后我也不是要花更贵的钱去买这个车，对不对？然后再来我hybrid要换1粒 battery可能要几千块那个也是成本来的，所以我就加回 1.5 liter NA CVT 就好了，是这样子吗？不是这样子的 OK， 因为节省这个东西，它不只是在金钱上面了嘛，它是一种概念来的。就像我今天不管我是一个中低下阶层，还是我是一个千万富翁、亿万富翁，我刷完牙过后，我的水还是要关；我离开我的家里过后，我的电灯泡还是要关；我睡醒过后，我没有在房间 aircon 还是要关。你懂我意思吗？它是一种你用到多少你就用多少咯，你就不要浪费那个东西。所以我觉得 hybrid 它更多时候强调的不是节省金钱，不是节省燃油它更多时候强调的是一种 concept。就像我在 brake 的时候，我松开我的油门踏板的时候，我可以利用轮子滚动的这个扭力来帮电池充电。所以我在刹车的时候，如果驾的是一个 1.5 CVT， 我在刹车它就只是产生碳粉而已，碳粉罢了。所以现在我除了产生碳粉之外，我还可以将这个能量去储存在我的里面，或者还有 deceleration pedal，我可以所谓的 downshift， 或者我可以进入 B mode， 就好像我驾着电动车的那个 one pedal mode， 松开油门踏板还是自己 brake， 我踩开踏板就是所谓的 one pedal mode、single pedal mode 这样子。所以我觉得 hybrid 它不只是省而已，它是整个完全不同的体验。你还是要去试驾，不管你对 hybrid 有多少的怨言、多少的批评等等，到最后车子还是拿来驾新的科技、新的东西。虽然 hybrid 这个东西在发达国家、在欧洲市场、在日本，大部分已经是不陌生的东西，可是对马来西亚这样子的市场来讲，hybrid 确实它还没有到一个必需品。它某种程度上，它还算是相对比较奢侈的一种 powertrain， 不是人人都能够负担。你说在国外可能是 hybrid 已经是因为法规嘛，你看欧盟Euro 4、Euro 5、Euro 6、Euro 7都要来了，所以这个东西在发达国家不是你喜不喜欢 hybrid， 是 you have to， 你只能够买 hybrid， 你也只能够买 hybrid。那马来西亚就还没有到那个节骨眼上啦。然后现在政府又是轻 BEV 多过轻 HEV不要鸟我过线。keep rolling。 OK， 现在几分钟6分钟，卡掉看来看去应该够了。OK， let's see you in my next video。 to do one cut。 最后那个有3分钟加起来。